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Ranger Man 的频道，我是阿 Man。今天我们又要再跟大家来聊聊 Proton 多一次。没错啦 ，Proton 今年又要出新车，那么这次就不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S50， 这一次是 X90。这一次相信是真的要来了啦，可能就是这1-2个月之内的事情了。不过其实这个 Proton X90很早之前就有消息讲说它要进来。大概1-2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讲了，也陆陆续续都有拍到谍照，还有一些上云顶测试的画面，尤其是最近就更加频繁的被拍到出现在云顶所以可想而知，这一次是真的要来了啦。OK，Proton S90听名字你就知道它的定位方面预计会比 X70还要来得大。首先它是一台7人座的 SUV。在吉利刚开始加入 Proton 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说会带一款7人车进来，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讲的是吉利嘉际，嘉际的话就属于是一款 MPV 车型。不过依照最近 SUV 那么 hot 的那个风可能吉利在中国也是有吸收到这一点，所以最终也决定带的是吉利豪越，也就是我们的 Proton X90。从名字方面你就可以知道啦，所以的话价钱当然也会更加的贵。除此之外 ，X90的引擎科技也将会是 Proton 有史以来的一个重大突破。在影片接下去之前，麻烦各位先帮我点个免费的订阅，顺便再点个免费的赞。订阅这个东西真的是免费的，不信的话你点试看看。点了吗？你看是不是没有事情发生？我都讲是免费的咯，你不相信我。外形方面首先它的前脸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至少看起来是更加的霸气，更加的棱角分明我想看起来其实我是默认在对比着 X70啦。X70它看起来的话线条就会比较圆润，就会比较一点点的昂个啦。不过本身吉利博越这款车它在中国也是比豪越更加早发布的，所以就设计而言我是可以理解啦。题外话，2020年吉利也为博越增加一个小改款，叫做博越 Pro。这个外形就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啦，也更加符合 Proton 家族式。不过有没有机会进来我看有机会是有机会啦，不过可能需要等个1-2年过后讲回来这个 X90的外形除了车头以外，车侧方面也可以看到它这一次的轮拱上面会有2个非常明显的肌肉线条，这个是它的一大亮点啦，对我而言。不过这个设计其实我在吉利家里面的 Volvo XC60 的身上就有看到过这样子类似的设计，不过 Volvo 身上的那个就会比较圆，然后线条也比较小条，比较细。S90 的话就来得更加的粗犷，更加的显现它的 muscle。车尾整个看过去来讲也是属于及格，不过就感觉尾灯的面积有点太小，Boot 的面积又很大，导致整个看起来就空空荡荡。这个在2023的吉利豪越 L 就已经有进行了改进，可想而知吉利也是这样子认为啦，可能也收到中国消费者的一些回馈。内饰方面，这个一向来都是中国车的强项之前的影片都有讲过，他们的设计绝对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点我们从 S70还有 X50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，我几乎是没有听过有人讲他们觉得 S70、X50 的内饰是不好看的啦，至少我们视觉感受方面是这样子，看上去确实是比较豪华。至于你讲触觉，可能你摸到 plastic 会比较硬还是这样子，这个就不得而知啦。所以内饰方面会比日系车来的有优势，这个是我敢讲的，至少。还有它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于它的第2排空间，它的第2排是分成3张独立的座椅，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中间的位它也是独立的，自己有自己的轨道可以进行前后滑移，而一般车的中间位都是凸起来的，就坐也会比较辛苦，然后也没有自己可以前后滑移的自由，所以就空间运用来说 X90 也会更加灵活。配备方面你也不用怕啦， X70、X50 都有的东西基本上在 X90 身上绝对也不会缺席，而且还有可能会更多。这个也是中国车主要的一个卖点啦，包括其他陆陆续续有进来马来西亚的中国牌子，不要讲Proton不是中国牌子啦。刚才我在开头的时候就有讲到引擎将会是这个 X90 的一大突破，你可能就在想说就是那里 1.5T GDI 引擎咯，还可以用什么引擎？没错啦， X90 大部分车型都会用上那里 1.5T GDI 引擎，就如大家所知，也如我之前的影片讲过，因为那具引擎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本地组装，所以用上那具引擎对 Proton 来讲的话才可以是把利益最大化啦。不过这次特别的是在 X90 的顶配车型上面，预计会用上 Proton 家里面全新的动力系统没有错，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Proton X90 将会是 Proton 家族之中第一款的 Hybrid 车型。最近的谍照就有拍到在测试当中的 X90 身上有 48V 的 logo， 几乎是99%确定了，最大马力为190 HP， 扭力300 Nm。其实 Proton 很早就已经研发过 Hybrid 引擎，不过最后都胎死腹中。其中Proton 在早期也发展过不少关于电动车的这个动力系统，不过最后都如大家所知，就是不了了之。再来 X90 的科技方面比起豪越来讲，它会更加进步，更加优秀。
Proton X90的原型车吉利豪越后悬挂是采用 Torsion Beam， 而 X90的话将会采用 Multi-Link， 舒适和操控都会进一步提升，当然保养费用也不例外啦。不过再次小改款过后的豪越 L 就已经用上Multi-Link的独立悬挂。没错啦，虽然讲本地的 X90用的是小改款的豪越，不过吉利豪越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过再小改款，命名为豪越 L。顾名思义，车身尺寸和轴距都更加长。不过我个人还是蛮庆幸 X90没有用上吉利豪越的这个前脸啦。那么你觉得 X90和豪越 L 谁的外形会比较好看呢？不过我个人也是觉得情有可原的啦。虽然讲我个人是真的不喜欢这个豪越 L 的外形啦，其中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他们需要重新测试。单是这个豪越啊，都从改款前测试到改款后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又临时改换成用上豪越 L 的话，就代表 Proton 需要再重新测试。这样子我们最少还要再等多2年才可以看到 Proton 的 X90。最后啊，就是来到大家最在意的价钱 ，X90预计会比 X70贵上一点点。参考 X70现在的售价132千，个人认为如果再加一个7000到1万左右的话，是还可以接受，可能140千左右。不然再高的话，除非是真的很需要7个位的买家，不然性价比又降低了一点。包括 Honda CR-V 最近它也是要出新款了，虽然价钱我相信 Proton 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啦，不过可能就会让消费者有一点点的动摇。那么不知道你觉得多少钱的这个 Proton X90才会是合理的？多少钱你才愿意消费，这样才会比较好？我看到这里了，代表我们乃是志同道合的爱车之人。记得点个免费的订阅，再帮我点个免费的赞。对于这个 Proton X90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感谢各位，拜。